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最近大家都听说过白银吧？上蹿下跳，暴涨暴跌，前2天还暴跌了40%，这是史诗级的暴跌。有些朋友就很紧张，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这点震荡在历史上都是小意思。曾经还有无数的国家都因为白银直接亡国，所以今天我就从历史的角度给大家讲一下可以灭国的白银诅咒。白银拉丁文叫做 argentum， 意思是闪亮的洁白的金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它是仅次于黄金的第2号贵金属。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诗人厄西荷德在他的大作《工作与时日》中就记载，地球的第2个时代就叫做白银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类已经不像黄金时代那样充满神性、无忧无虑，但也没有坠入到后来的青铜时代、黑铁时代那种的暴力与苦难。但是这种状态就恰好完美地描述了白银在人类眼里的位置。它比黄金多，是黄金储量的20倍，但是又比铜和铁稀少得多。老祖宗们这么一看啊，金子不好挖呀，挖不出来，我们就把银子当钱使吧。于是从古代开始，人类就把白银当作仅次于黄金的金属货币。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最现代的比喻，就是黄金相当于比特币，白银相当于以太坊。现在这2对难兄难弟在现实中跌的也是一样惨啊，都是暴跌，怎么就这么巧呢？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家们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白银导电性在所有金属里排名第1，导热性也是无可替代的，而且它有稳定、耐腐蚀、易加工的特性。把白银拿去做和电相关的东西，比如电气开关、电报系统，甚至电线，效果是大大的好。理论上白银是可以做电线的，但是有点费钱，所以现在的这个电线都是用铜做的。但这不妨碍科学家们继续研究白银。从20世纪以后，白银就成为太阳能板、电动汽车、数据中心不可替代的材料。所以大家看，这个白银既可以当钱，现在又有了工业属性，这是人民需要你，工厂也需要你，白银一下就变成了这几年当红的炸子鸡。人红是非多，所以白银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的暴涨暴跌。在美国1932年到33年的大萧条时期，白银特别便宜，一度跌到了每盎司0.25美元，都没人要了。但是随着后来工业的发展，白银就涨到了10几美元一盎司。直到1973年，美国亿万富翁家族亨特兄弟改变了这一切。亨特兄弟可是美国的老钱一家，他们家财富的第1代创立者就是父亲 H.L. 亨特。这个人非常传奇，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他一辈子精准地踩中了美国时代的红利的每一步。这就说明了一个永恒的定律啊，选择大于努力。H.L. 亨特的第1桶金是在1910年代在阿肯色州德州种棉花，当时正好赶上1战时期的物价大涨，他就赚到了第1桶金。而第2次是在1930年到1950年的石油热中，他重仓了德州油田，成为美国最成功的石油大亨之一。到1957年， H.L. 亨特的个人财富已经接近了7亿美元，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8个人之一。但是这些财富全被他的不孝子孙败在了白银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有传言说，亨特家族3个兄弟拉尔逊、威廉、拉尔玛，他们在1970年发现了一本武功秘籍啊，叫做70年代买白银获暴利。亨特兄弟这么一看啊，确实说得对啊，当时白银只有1块6美元一盎司，如果全世界的工业继续发展，而银矿每年产量又有限，那这个白银肯定会大涨。于是他们就开始悄悄的系统性的囤积白银。他们不仅买现货，而且还通过期货、远期合约，把自己能买到的所有的黄金全部运回自己的仓库。在高峰时期，亨特家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白银的数量，有 1.2 亿盎司，接近当时全球可交割白银供应量的1/3。结果从1979年到1980年，不到1年的时间，白银的价格就暴涨了8倍。而从1970年代算起，10年的时间，白银是累计上涨了25倍。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单一品种货币在没有战争、没有什么其他大事发生的情况下，走出了如此漫长、如此骇人听闻的大牛市。亨特兄弟堆积白银，推高价格，大家以为他用的是自己的钱啊，那就错了。当时他们自己只出了10亿美元，其他的所有资金都是向华尔街20多家银行和投行借的钱，这就是妥妥的高杠杆。这个时候我们这种局外人都看得清，都想跟亨特兄弟们大喊一句：阿祖快收手吧，外面都是警察。
但是当局者肯定是迷的，亨特兄弟们没有收手。这个时候，白银的最大庄家就出手了，就是纽约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他们都已经知道亨特兄弟在操纵市场，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将期货保证金从一份白银合约的$1000提高到$6000，这又导致4天内白银的价格下跌超过50%。但是到此，亨特兄弟还不收手。最后，1980年1月，美国最大的庄家政府出手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敦促纽商所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白银投机，防止金融危险。于是，纽商所、芝商所就把赌场的规则给改了，从即日起禁止建立新的白银期货合约，只允许旧合约平仓。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别玩了，白银期货只准卖不准买。这一下谁受得了？1980年3月27日，这一天在历史上被称作白银星期四。市场一下恐慌到极点，给亨特兄弟贷款的银行全面抛售他们的抵押物白银期货合约，直接把白银的价格砸到了$10一盎司，这比当时最高点的$50一下下跌了80%。这一下亨特兄弟就破产了。经过这次史诗大战之后，白银的价格一直维持在$4到5一盎司，一下持续了20多年。但是就在2000年之后就开始持续上涨，一直涨到了前几天突破了$100一盎司。亨特兄弟虽然破产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2022年，3兄弟之一威廉·亨特的财富达到了$44亿。2024年4月他就去世了，享年95岁。如果威廉再坚持1年，他就能看到他们亨特家族当年没有完成的白银逼空伟业。这个是白银现代的历史，看起来好像很惊心动魄，但是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里，这对白银来说都是不值一提，因为世界上被白银灭国的数不胜数。1519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泰兹带领了600名士兵，在2年内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之后，6.5吨的黄金和10几吨的白银源源不断的都送到了西班牙，铸成西班牙帝国的金币和银锭。19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又用同样的剧本，带领了168名士兵俘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为了赎回皇帝，印加人将6.8吨黄金和12吨白银全部送回了西班牙。北美2个帝国相继灭亡，但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1545年，西班牙在安第斯山脉发现了一座用白银铸成的山，叫做波托西。这座山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命运。1545年的一天，一名叫做迪尔沟·胡尔帕的放羊人，为了追赶走失的羊羔，爬上了一座红棕色的秃山。当天夜里非常冷，他就升起了篝火取暖。但是第二天早晨，他一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这火堆下的岩石裂缝中流出了白色的金属。他一看，这凝固的闪亮金属，它就是白银。之后，西班牙人就把这座山命名为 Cerro Rico， 意思是富山。根据后来的地质学家估算，波托西山蕴含的白银高达6万吨。西班牙殖民者这么一看这一下是发财了，于是就想开采这里。但是他们发现，要开采矿山需要大量的人口，没有人怎么办？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万恶的米塔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在南美，每7个印第安成年男子就要抽调1个人去矿场服役，轮换4到6个月。大家听的这个时间很短，但是从秘鲁、玻利维亚的村庄步行到波托西山，很多人还没到矿山，就在路上已经死了。即使到达了矿山，这个是一个海拔4090米的高原，非常缺氧，蜡烛都点不着，饭都热不熟。而且这个银矿的矿井深入地下几百米，地下的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非常闷热，让人窒息。当时也没有劳动法，这些印第安人在里面就被迫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一周6天不休息，还是能放1天假的。但是这个最可怕的就是提炼白银的方式。当时他们用的是汞齐法，就是在开放的炼银池中加入大量的水银来吸附银粉。这些矿工们就在寒冷刺骨的池水中用脚踩踏这个矿泥，与汞直接接触。这么日复一日的这些人就得了汞中毒，牙齿脱落，四肢颤抖，疯疯癫癫的死去了。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每周一进去20个壮年印第安人，周六出来的时候一半已经残废了。历史学家查尔斯·曼恩在1493中一书中写道，
在波托西银矿开采的最初2个世纪里，死亡人数可能高达800万。以前的白银就是这么挖出来的，每一块银币的背后都是血和泪啊。这些银子挖掘出来之后，西班牙人就会把它们用船运送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10几年总量高达18000吨。这种泼天的富贵就是白银的诅咒。西班牙富了，但是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不是工业革命，但是西班牙的物价在100年内飙升了4倍，这一下就摧毁了西班牙当时的制造业。他们的羊毛业、纺织业本来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白银的冲击下，成本太高了，没法出口，所以一下就崩溃了。整个西班牙只能用白银去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没法出口了。而西班牙的各阶层也被洪水般的白银染上了奢华的消费习惯，几百年来就是在全世界里买。这种突然的暴富的感觉，又让西班牙的王室陷入了不可一世的膨胀感。查理5世王就曾经自豪地称，在西班牙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而且他还把自己催眠成普世帝国的建立者，要向全世界传播天主教。于是西班牙就开始了一个长达1个半世纪的全球性战争。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2世就动用了巨额白银财富，组建了规模空前的无敌舰队，想要和英国一决高下。整个舰队有130多艘舰船，3万士兵，无数的重炮。但是就在1588年8月8日4条8的大吉日子里，他们被英国海军袭击。接着非常不巧，又连续遭遇到强烈风暴，结果只剩下70艘舰船逃回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惨败，西班牙从此没落，从不可一世的世界强国变成了欧洲的2流国家。问题来了，虽然西班牙没落了，但是他也曾经富过，他搜刮的白银去哪了？答案就是明朝。史料记载，从1580年到1600年20年里，每年约有100到200吨的白银直接流入明朝。在高峰的17世纪前期，全世界几乎一半的新开采白银最终都流向了中国明朝。欧洲的皇室富豪都砸大气钱购买中国出产的丝绸和瓷器。当时一套完美的明朝瓷器在欧洲是可以换一套庄园的，非常疯狂。而白银涌入中国的时期正好是明朝万历年间，当时的苏州、杭州、景德镇、江浙地区，那可是酒楼茶肆，日夜灯火通明，喧嚣如昼啊。陶庵梦忆秦淮河坊记载，秦淮河旁雕栏画栋，重楼叠榭，奢华极矣。夜则以名妓书作，灯火辉煌，映水成彩，画舫鳞次，酒船如蚁，箫鼓之声哀而壮，歌吹之音婉而幽，侍女如云，灯烛如昼，演唱传奇，无日无之。这个是7乘24小时，每天都在河边开演唱会。《天工开物》的作者宋英星写到那时候的情景是：今日之市井，买米买柴无不用银，甚至连乞丐乞讨的时候只接受碎银。而且17世纪初的苏州、杭州一带，普通人家是已经可以吃上了精白米饭的，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富裕。而且那个《金瓶梅》中还记载，一个殷实人家的日常宴席，一顿就是10几两白银。那个时候的名妓陪酒唱曲，一夜要价就是少则数十两白银，多则那就是天价了。板桥杂记中就记载，南京名妓柳如是陪客一晚，酬金高达200两白银，100两白银就是3.73公斤。如果不按明朝，而是按照清朝的购买力，那就是一个熟练的工匠6到10年的收入，算到今天是30到80万美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顶级服务？当时的利玛窦在1609年就在给欧洲的信中惊叹道：这个帝国之富庶远超欧洲想象，一切珍奇异宝无所不有。中国人对白银近乎痴迷，他们用白银交税、支付工资、买卖商品。白银是这里的真正君主。明朝的江浙地区就是这么的富裕，但是因为银子太多，他的诅咒又来了，直接把明朝给带崩了。到了17世纪30年代的崇祯时期，欧洲战争它就耗尽了西班牙的财力，大量的美洲白银就被截留在欧洲，用于支付军费和偿还国王的巨额债务，流向亚洲的数量就开始骤减。1635年，日本的德川幕府也突然发现这个银子怎么值钱了，不能外流，于是就立刻颁布了锁国令，
禁止出口白银，他就切断了明朝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而且在这个时候，荷兰和西班牙还打仗，荷兰就把马六甲给封锁住了，这就切断了葡萄牙、西班牙去中国的贸易航路，又没了一个白银来源。这一下明朝就没钱了。1581年，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人交税必须使用白银。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从数百吨就降至了不足50吨。由于银子一下少了，所以这个价格一下提高了。本来10斤粮食可以换1两银子，但是这个时候可能100斤粮食才能换1两银子。以前农民卖几亩田的粮食，换1点银子就可以交差，但是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口粮全部卖了，房子卖了，地卖了，也都换不出来几两银子。而赶巧不巧，当时明朝末年，整个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温度比以前降低了3到5度，气候大变样。所以从1620年开始，中国的华北、西北地区就出现了连续10几年的干旱，而且是极度的干旱。史料就记载，当时崇祯13年大旱，赤地数千里，人相食，非常惨。到了1633年，鼠疫又来了，高峰的时候1643年横扫京师，当时北京城的人口从数百万直接就剩下了20-30万，死亡率高达7-8成，这是尸横遍野啊，蚊臭数里。而这个时候，明朝的命运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当时在陕西延安伏米脂县，有一名负责传递官方信卒的一个小兵。由于当时明朝和女真在辽东打仗，所有的银子就要送到前线发军饷，崇祯皇帝于是被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裁员。1628年，朝廷为了节省这个开支，就把这个驿站全部都撤了。而这个驿站的小人物，有一个人叫做李自成，就这么失业了。像李自成这种失业的人，在当时不计其数，他们没有工作，种田也交不起税，就这么当着盲流，在整个社会上游荡。而为了应对内外战争，明朝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还是加税。从1618年到1636年，18年间连次加7次税。到1642年，崇祯又变本加厉，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的纸钞，每贯纸钞可以兑换白银0.97两。这个明显就是想用纸币从老百姓手上抢白银。所以当时就记载，这个百姓虽愚，谁肯以1金换1纸。当时的贪官和巨商为了隐匿自己的白银他们就在自己的大庄园底下挖地窖把这个白银都藏在里面。这下他就把明朝国内流通的白银又减少了一部分，于是银荒进一步加重，农民要交的税就更高了。于是失业的流民、饥荒、瘟疫、战争，还有抢夺白银的酷吏遍地都是。所以在1643年，就有当时的人写日记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当时明朝的社会体系完全崩溃。这个时候李自成就站起来了，他大喊了一声，均田免赋。于是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李自成的队伍强大之后，大家都在传唱，吃他娘穿他娘，开大门来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终于在1644年4月25日凌晨，李自成的军队攻破了北京城门。这个时候因为鼠疫，守城的人也没有多少。在紧急情况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就在绝望中向勋贵大臣们借饷御敌，但是他却得到了户部尚书的哭诉说国库存银仅余50万两，这些钱其实还不够守城士兵10天的口粮。于是不发钱，大家都不工作了都撤了。所以紫禁城外火光冲天，崇祯皇帝在清晨猛击警钟，召集群臣，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应召。于是他悲恨地大喊，诸臣勿朕也，270余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此刻大势已去，崇祯皇帝就在太监王承恩陪伴下，跑到了眉山之上，在一棵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3岁。至此，延续300年的大明王朝在腥风血雨中宣告覆灭。但是非常讽刺的是，当李自成攻破了北京，把那些达官权贵的府邸全部抄家了之后，发现他们的地窖里藏了70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明朝30年的税收巨款。所以在国家最需要输血救灾的时候，这些白银都被达官贵人们封死在阴暗的地窖里，
直到王朝的覆灭。这个就是白银的诅咒。当人们不需要白银的时候，它就默默地躺在那里，价格非常低。当人们突然意识到白银的重要的时候，它就可以暴涨，掀起血雨腥风啊！这几天我经常看市场，这个白银的暴跌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像亨特兄弟在80年代的情况。现在的芝加哥交易所也是不断的提高保证金，降低杠杆，结果就导致白银连续暴跌。而现在这个芝商所的库存非常少，如果在3月份他们无法拿出更多的白银进行交割的话，那按照理论啊，这个白银应该暴涨的。但是赌场怎么会亏钱？等到极端的情况下，这些做庄的赌场可能会再次改变交易规则，就像当年灭掉亨特兄弟一样啊，只准卖不准买。这样会不会又带来一次白银的暴跌？所以到3月末，白银肯定还会有一场大戏在等着我们。到底是血雨腥风往下跌，还是斩杀空头暴涨，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提醒大家一下，现在这个时候啊，白银已经不是普通人可以参与的游戏了。喜欢我听讲财经故事和实时分析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小号尼克莱斯杨 Live 经，我定期会在里面更新时政财经评论。好了，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再见。